这一回是我败了，你动手杀我吧。如果我要下手，我怎么可能救你？这根本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决斗。为什么？我看得到，你虽然使出了夺命剑法，偷天换日夺命剑，但是我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因为某种因素，无法使出你绝世无双的剑法。我问你，刚才我们临走的时候，秋姬所说的那些话，究竟是不是真的？你是说，小姐为你生了个孩子的事吧？是的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秋姬到现在才告诉我？那个孩子才刚刚出世，就已经失踪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快说！这是庄主的命令。庄主觉得这个孩子是慕容山庄的耻辱，所以趁小姐睡觉的时候，让我把它放在脸盆，顺着河水飘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？他是个活生生的孩子。你们事后有没有寻找孩子的下落？你认为纪刚会去寻找你和秋迪生的儿子吗？这么说，我的儿子生死未卜，而且就连我们骨肉重逢的机会也很渺茫。小姐说的没错，骨肉分离确实是人世上最惨痛的经验。秋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怎么可以这样残忍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我们还有一个儿子呢？谢晓峰，秋迪当年失去孩子的时候，比你现在要痛苦多得多。况且你现在不是没有机会去找回自己的儿子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当年那个孩子出事的时候，我给他刻了一把木头剑，上头写了4个字：此生无悔。此生无悔，此生无悔。因为我了解，秋迪小姐虽然在最痛苦的时候生下他，可是她至始至终爱的还是你。你走吧，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知道你心中的牵绊太多，还不适合决一生死。等10年之后，你解除了所有的包袱，我等你在此地再进行决斗。他人呢？你想杀他，就先杀了我吧。燕十三，果然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汉子。那你是承认你是卑鄙小人了？谢晓峰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我这么做，只是不想夜长梦多。你要去哪儿？天地之大，总有我容身可去的地方。我戚家的大门永远是为你敞开着。不必了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其实你原本就是慕容世家的家奴，算起来，我还是你的大师兄呢。而且，你也答应过秋迪，一生一世要守护着他。
芙蓉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嫂，小琴，你也来了。娘，爹很想念你，为什么你一直不肯跟爹见面，不肯回去呢？芙蓉乖，娘现在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傻孩子，姑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娘在你出生的时候向菩萨许了愿，一定要遵守这个约定。就是那个什么10年关什么的啊？是10年的闭关大愿。是啊，娘许下10年的闭关大愿，10年内都必须在相国寺进修，一步也不能离开。那做人要守信用，娘既然说了，就一定要做到。娘，孩儿现在才8岁，要多等2年才是10年，孩儿等不及了。娘，你现在就跟我一起回去吧。乖，听姑姑的话，好吗？那等芙蓉10岁生日的时候，你娘就会回来跟我们团聚了。芙蓉，最近你的剑练得怎么样呢？娘，孩儿不喜欢练剑，为什么你一定要孩儿跟燕13师傅学剑呢？傻孩子，燕13师傅的剑法是全天下武林数1数2的，多少人想拜他为师，他都不肯。你呀，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芙蓉，这是你爹的意思，你要跟着燕13师傅好好学剑，要记得听师傅的话。这孩子啊，这么调皮，要是不欺负燕13叔叔就怪了。燕13师傅整天像块木头似的，又不出声，也不陪我玩，闷都闷死了。师傅，他们不是锦衣卫吗？为什么要杀你呢？芙蓉，来，爹！哎呀，爹就知道你在这儿练功呢，怎么样？爹，刚才好险呢！你跟那个锦衣卫突然出手要杀燕13师傅耶！真有此事？燕13，袭击你的2个锦衣卫身手如何？这2个人都是锦衣卫里数1数2的高手。难道锦衣卫当中出了内奸？大师兄，你是锦衣卫的指挥使，所有的锦衣卫都归你管，他们的动向你应该很清楚。难道你怀疑我在找人试你武功？哼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爹，这些刺客是不是你派来杀师傅的？芙蓉乖，别乱说话。我知道你到现在还在怀疑我，可我把最心爱的女儿交在你的手里，拜你为师了。我是看在秋笛小姐的面子上，才收芙蓉为徒的。我知道，你是因为秋笛的关系，这8年来你才会守护在这里。过去那么久了，你对秋笛的心始终不变。你真的觉得那2个人是冲你而来吗？他们冲着谁来，我根本就没兴趣知道。总之，我唯一不想看见的，就是秋笛小姐为了某种原因成了寡妇。哎，又热又香的扣肉堡，想吃的快来啊！果然挺香的，香是很香，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？好不好吃？我吃过再告诉你们。
哇，真的好香啊！哎，三位师傅，别打了，不就是一锅扣肉吗？值得你们打成这样啊？要是再多一坛酒的话，那不要把整个天爵崖都给翻天了吗？就是你没出息！三位师傅，你们吃饱了吗？哦，饱了，何止是饱，是很饱。何止很饱，简直是非常饱。应该说是非常的很饱。三位师傅啊，真真跟你们相处16年了，你们的脾气啊，还是10年如一日啊。是吗？你们就像长不大的孩子一样，爱抬杠，爱吵架，还爱打架呢。哎，我们发现你也变了。啊，我变了？哎，你这小鬼，不止长大了，武功也进步了不少啊。何止是不少，简直是进步神速啊！就是嘛，以前不管我们3个人打得如何天昏地暗，你呀只有看的份儿。你呀也太不像话了，越来越没大没小的，竟敢骂我们3个人了。哎，弟子怎么敢呢？只不过弟子想告诉3位师傅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弟子的功夫是3位师傅花了一番心血调教出来的，现在弟子集3位师傅的精华于一身，师傅们应该高兴才对啊。你不是想告诉我们你青出于蓝吧？翅膀长硬了，想爬到我们头上了啊！小鬼啊，虽然你的武功进步神速，不过想打赢我们3个还差得远呢。弟子得到3位师傅的真传，真的十分的感激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弟子没有一天忘记过父母弟弟这不共戴天之仇啊。我们知道你的仇人是谢晓峰嘛，其实我们3个人的仇人也是他。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他，我们怎么可能像个缩头乌龟一样躲在这天绝崖不敢出去呢？哼，要是当年中了他的暗算，中了18甲子丹之毒，每个月需要定时服用天绝崖的奇树树枝，就是10个谢晓峰，我们也不怕。哎呀，你何必生气呢？有朝一日我们练成了对付谢晓峰的独门绝技，我们再报仇也不迟啊！哼，杀死他未必太便宜他了，我要剁他个28块，做成扣肉来喂狗。谢晓峰阴险狠毒，就算我跟他同归于尽，我也非报这个仇不可。禀告夫人，什么事？夫人今晚召见的人将在后山树林等候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天地武林，天地武林，剑气纵横，剑气纵横，道之真体，道之真体，至高无上，至高无上，唯我独尊，唯我独尊，拜见天尊，拜见天尊。哼，今天只不过是个开始。我发誓，从今以后，我要让全天下的男人都臣服在我天尊的威严之下。闺蜜叔叔怎么还不来？一定是江湖上的事情太多了，忙得什么事都给忘了。师傅，您回来了。珍珍，才3年不见，你就长这么大了，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。你还说呢？师傅每次离开这里就是3年才回来一次，我呀，光是看星星看月亮，把脖子都看长了。师傅有很多的事情要做，你跟3怪学功夫，功夫到底学得怎么样呢？师傅啊，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？来吧。
真真，你果然用心练功，得到三怪的真传。别提了，我跟着他们3位师傅都学了16年的功夫了，不管我怎么偷师，还是打败不了他们3个师傅。我明白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嘛。所谓教个徒弟打死师傅。事实上，3位都有他们各自独步武林的绝学，我也知道，他们绝对不会把真正的功夫传给你。哎，对了，师傅啊，刚才你用的是什么剑法？特别厉害，一下子就化解了孤独师傅教我的遮天刀法。你想学吗？师傅，真真，这可能是师父最后一次见你了。为什么？你已经学会了夺命13剑，以你现在的武功，足可以打败你3位怪师傅了。我那3位师傅功夫这么厉害，他们又不肯把他们的绝学教给我，我怎么可能打败他们呢？事实上，刀法、轻功和暗器3种武功，都具有相互克制的特性。只要你懂得运用技巧，3怪发挥他们各自的独门武功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让他们自己打自己了。哦，怪不得他们3个人一天打到晚呢，而且呢，总是分不出胜负来，互相也伤不着对方。原来他们3个人的功夫是互相克制的。师傅，这么多年，我除了知道你是鬼面叔叔之外，对你一无所知。你偶尔教我功夫，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说过你自己的事情，比如说你过去去过哪儿，还做过些什么事情啊？事实上，这10几年来，师父也是孤苦伶仃，四处漂泊。我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亲人。什么亲人啊？鬼面叔叔，你能不能答应我件事情？什么事？我想看看你面具的后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啊？没什么好看。为什么不能看？不为什么，根本就没这个必要。你只要记得，你曾经认识过我这样的鬼面叔叔，就已经足够了。你，反正人家总是得离开天绝崖的，万一以后人家问我，你的师父是谁啊？我总不能跟人家说是鬼面叔叔吧？我的真面目，你还是别知道的好。为什么啊？说不定你知道真面目以后，不但不再喜欢我，而且，还会恨我。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你还教我练武，帮我这么多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
反正啊，我这一辈子会永远的感激你，喜欢你的。真真，你虽然喜欢鬼面叔叔，但是魔鬼面具背后却是你痛恨的人，是你一心想报仇不共戴天仇人。我终于看到你长大，我心愿未了，又背负了那么沉重的包袱，此情此景，又怎么能死在你的手上？真真，你放心，等我的包袱解除的那天，也就是你报父母之仇的时候，你自己保重。鬼脸叔叔和谢晓峰都会在江湖中暂时消失，留下的只是个没用的阿吉。师父，鬼面叔叔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我会跟你再重逢的。鬼面叔叔，我真的喜欢你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不错嘛。师傅，我的剑法怎么样？有没有进步？进步很多了。名师出高徒，怎么会没有进步呢？大师兄，芙蓉啊，你的剑越练越好喽，爹都快不是你的对手喽。爹，您的武功那么好，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你呢？找一天，爹和你好好比划比划。爹来找你师傅的，去找姑姑玩吧。好。糟了，爹该不会是来找师傅吵架的吧？严十三，我派你追查那些叛党，进行的怎么样了？据我所知，那些大臣对皇上是忠心耿耿，并没有叛国之心。你的意思是想抗拒执行任务了？大师兄，我觉得你也应该收敛一点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对皇上忠心，为皇上办事。难道你只有忠心，没有是非吗？是非就是，身为锦衣卫的总教头，深受皇恩，理当为皇上效命。现在却说出这种不忠的话来，要是皇上知道，绝对吃不了兜着走。大师兄，你是个练武之人，而且是慕容庄主最得意的大弟子。可是没想到，你在当上锦衣卫指挥使以后，竟然把庄主的教诲抛到九霄云外。你竟然拿师傅来教训我！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。我没忘记，不过我也很清楚，只有卑鄙小人才会乘人之危。严十三，我一直那么器重你，你竟敢违抗我！芙蓉怎么慌慌张张的？小心摔着！姑姑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了？姑姑，大事不好了！严师傅和爹在院子里好像吵架的样子。什么？他们怎么可能会吵起来呢？我也不清楚。那你带姑姑赶紧去看看。好。严十三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今天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有本事你拿你的夺命13剑杀了我！哼，就凭你的刀法，还不配死在我的夺命13剑之下。好狂妄的口气！我今天一定要迫你使出夺命13剑。拔剑吧！你的武功我很清楚，除了刀法以外，
你其他武功也并不在我之下。可是我今天不想和你比剑。我不明白，你的心既然不肯当锦衣卫的总教头，那为什么你还不肯离开？理由很简单，原来你是为了师妹，才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。我家奴的身份虽然已经解除，可我还忠于慕容世家。那你为什么会答应我接受锦衣卫总教头一职？那只是为了我想留下来找的借口。好，不管你是什么理由才决定当这个锦衣卫总教头，你只要是我的手下，就得听命于我。对，我是锦衣卫总教头，但我绝不是你言听计从的走狗。你这么说，你答应当芙蓉的师傅，教芙蓉剑法，全是因为师妹的关系。我告诉你，别痴心妄想了。秋笛是我的妻子，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。除非有一天我放弃她，但这一天绝对不会出现的。她由我守护，根本不需要你。我不管秋笛小姐是谁的妻子，她是慕容秋笛，这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事实。我守护的人是慕容山庄的大小姐。你记得芙蓉4岁的时候，你答应收她为徒，一转眼，这丫头已经长这么大了。芙蓉从小就跟着我，可以说是由我一手带大的。从小就没崇拜过谁，可是对你却很佩服。哼，你是故意来找我，来当说客的吧？我只是想劝你，看在芙蓉的份上，别跟我大哥起争执了。你们关系闹得越糟，芙蓉这样会很难过的。如果你是替你大哥来劝我的话，那你就不必白费心机了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有我做事的原则，是非黑白，我自己分得很清楚。我明白，你是一个真正的大侠，大侠本应该尽大侠的本分，做大侠应该做的事情。可是，我也知道我大哥做的那些事情，明明真的很过分。但是，你应该站在他的立场上想，他身为锦衣卫的指挥使，依据皇上的意思来办事。所谓身不由己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。只要是正义之事，我一定义不容辞。不过想要我同流合污，残害忠良，就算他拿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会去做。本来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剑客，但是那天我看到你跟谢晓峰的决斗，亲眼目睹你放走了他，当时的情形真的让我很震惊，很震撼，不得不对你佩服。你的外表虽然冷漠，但是内心却充满了感情，热情如火。热情如火？哼，还真没有人用这4个字来形容过我呢。一个人内心真正的热情，是无法掩饰得了的。我看得出，你想用你的冰冷掩饰你的热情，可是你的热情却让你换来一生痛苦的代价。我只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秋笛小姐最了解我。没想到，你也如此了解我。刚才我在院子里听到你跟我大哥的那番对话，真的让我很感动。
我好羡慕慕容秋荻，这世间竟然有这么执着的爱情。难道就算没有任何回报，你也愿意为他这样痴守一辈子吗？我从小的喜怒哀乐就建立在秋荻小姐身上，只要让她快乐，无论要我付出多少代价，我都会心甘情愿的。如果有一个男人能这样为我付出，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了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你跟谢晓峰决斗的时候，为什么要故意放走他？因为你知道秋荻的心中仍然爱着谢晓峰。不，你错了。我错了。我放走谢晓峰是因为，当你大哥出现的那一刹那，那场决斗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。谢晓峰、燕13，为什么我所遇到的男人都是属于同一类的呢？我只是想找个平凡的男人，过过宁静的日子。真棒，好香啊！这么大条鱼，应该多捉几条，不然对不起自己喽。徒弟啊，你的烹饪功夫果然不错啊！奇怪，今儿个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特地做了那么多菜？到底想庆祝什么啊？三位师傅，你们吃完了这顿饭，弟子恐怕以后不能再为你们做饭了。为什么？反正迟早都要知道的。弟子走了。你要走？走去哪里啊？笨蛋！真真说要走，当然是去找谢晓峰报仇啦。哎，你有把握打赢谢晓峰吗？弟子也不知道，只有试过了才会知道。放心，你只要用我们教你的武功，你保证打得过他。要打不过，就36计，保证谢晓峰追不到你。切，打不过就逃，这是哪门子厉害功夫啊？哎，真真啊，你要用师傅教你的暗器来攻他，然后啊，趁其不备，点他全身上下的穴道，让他动弹不得。到时候要杀要剐，你的仇怎么报都可以啊，是不是？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？徒弟，师傅的遮天刀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就用师傅教你的刀法，谢晓峰就算是天下第一，他也会怕你3分的。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我都要走了，你们这样吵，叫我怎么安心呢？哎，好，我们不吵了，来，师傅敬你一杯。哎，祝你报仇成功。哎，我们3关的武功都集中在你一人身上，我们的希望寄托给你了啊。我说徒弟啊，最重要的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对，打不过千万别硬拼，最重要的是保住一条小命。你可要记住啊，仇可以慢慢报，命啊可是不能不要啊。名师出高徒，徒弟啊，你千万不要让师傅失望啊。好，等你杀了谢晓峰，记得回来告诉我们好消息哦。对呀，到时候啊，我们一起庆祝。弟子发誓，一定会报血海深仇。什么跑了？我不是再三叮嘱叫你们监视好顾恒的吗？怎么跑了？启禀大人，属下该死，属下明明带着一帮锦衣卫日夜监视着顾大人，不知道为什么昨天夜里他就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这么说，顾恒和他手上那批军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回大人，属下曾经仔细的搜过，顾大人府内已经空无一物。据属下推测，顾大人肯定早已计划周详的脱产逃跑。奇怪，我们这么监视着他，他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逃掉了呢？大人，属下查到一件事，可能和顾大人有关。什么事？最近江湖上盛传有一个神秘组织，他们的势力发展日益壮大，而且实力和底细让人无法捉摸。真有此事？那顾恒的脱逃
肯定跟这个神秘组织有关。大人，除了这一点，小的实在想不出顾大人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脱锦衣卫众多的眼线。那你们就快去查清楚，再回来禀报。是。皇上驾到！陈继刚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皇上突然至此，不知有何要事。继刚，朕这次来是想再一次的问你，有关那批失踪的前曹军饷，你查得怎么样？回皇上，正在追查之中。真的吗？是不是你已经查到了什么，想包庇，因此不敢据实禀报，对朕有所隐瞒？臣不敢，臣对皇上一片忠心，绝对不敢隐瞒，请皇上明察。那批军饷是旧朝先祖的储备金，用来抵抗蒙古军队入侵之用。无奈现在下落不明，一想起那批储备金之庞大数量，实在让朕隐忧重重啊！皇上是担心那批军饷落在叛军手里，会让叛国之心死灰复燃。当年掌管这批军饷的人就是铁旋，铁旋对建文帝一向忠心耿耿。虽然铁旋现在已经身亡，但是朕不得不防。皇上顾虑周全，微臣早就怀疑，铁旋临死之时，已经将那笔钱分批让他的旧部属收藏，等待时机加以利用。所以，微臣已经派人着手从铁旋的旧部属身上追查线索。好，朕也希望能尽快将那批军饷全数收回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臣一定鞠躬尽瘁，全力以赴。大人每天公务缠身，喝一杯酒，舒缓一下精神和压力。你真的是很细心。大人怎么了？是因为在为朝中的公事烦闷吗？皇上明令追查的那批军饷，至今还查无下落。铁旋已经死了，没想到那些旧部属，不管怎么查怎么问，还是不肯招供，真是很棘手。虽然皇上曾说宁可杀错，不能放过，可是我还是很矛盾。朝廷正在用人之际，如果真是滥杀无辜，那会让朝廷白白损失了一个重臣，而且，大人心存仁厚，反而让皇上怀疑大人不忠。陈宇，你真的是很了解我。大人，陈宇一直都很喜欢一句成语：卧薪尝胆。只有卧虎藏龙之人，才有卧薪尝胆之胆识。你说的对，铁旋虽然死了，但是他的那些旧部属一定会受到他的托付，而且一定会有人为首。对呀，擒龙必须先擒首。好一句擒龙擒首。陈宇，你真的很聪明。曾经听说，建文帝的灵位就摆在凌云寺之中，连陈馀都知道的事情，我想大人应该早就派人查得清清楚楚了。是呀，既是忠臣，就一定会去祭拜。我怎么没想起来呢？曾经有个探子说，铁旋的旧部属里有一个大臣，曾经去过凌云寺。那么，在皇上登基的时候，又有哪位大臣喊皇上万岁万万岁，喊得最是大声，又急于向皇上表现得最忠心耿耿呢？对呀，
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是他？江山北望，勇气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恨与狂，肠道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。可惜百死保家国，人看戏更无语，血泪满眶。马蹄单去真北望，真北望曹秦皇尘飞扬。我愿守土不开疆，堂堂中国要让四方。江山北望，勇气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恨与狂，肠道所向，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。可惜百死保家国，人看戏更无语，血泪满眶。马蹄单去人北望，人北望曹秦皇尘飞扬。